转身左蹬脚呢，就好比对方呢从你后面来进攻你，你转身用自己的两臂去撅他的两臂，或者说是他的这个支撑腿。那么我们这个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提膝，以脚跟为力点去蹬踹对方。好，下面请看正面演示。转身左蹬脚，后腿自然弯曲，同时向左后方转体，两手逐渐打开，右脚以脚跟为肘，脚尖内扣，重心再回到右支撑腿，把左脚以脚前掌为轴，脚跟内收，左脚收到右脚内侧，脚前掌可以点地，然后慢慢蹬右腿，提左腿，两手交叉到体前，勾起左脚尖，两手内旋，蹬展，眼睛看左外侧方向。从双风贯耳，转身左蹬脚，后腿踝关节放松，脸臀立腰立身，同时左后转体，把两手打开，两手走下弧，两手合抱，左脚收至右脚内侧，好，提膝，两手交叉合抱，转身以后的左前30度蹬脚，眼睛看着左前30度方向，往远看出去，后手手腕与肩同高，好，收势。我们由双风贯耳变转身左蹬脚的时候，运动过程中呢出现有错误的地方，比如说重心后移的时候，后脚捻动，这个时候后脚呢踝关节是放松但不捻动，重心后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凸臀，重心一面后移，对，左胯突出，左臀这个外凸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是脸臀立腰。对，好的，再来一遍。那我们在做的还有呢，同学呢，就是重心后移，两手不打开，看走，两手不打开，直接转就过来了。我们这个做的时候，一面重心后移，一面两手慢慢打开，同时左右打开，手要打开，手两侧也要打开。好，重心慢慢后移的同时，两手由拳变掌。打开，重心再回到右腿的时候，右胯又凸出来了。走，重心回到右腿，右胯突出，形成身体的歪斜。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求脸臀立腰，把左脚收到右脚内侧，脚前掌可以点地。那么两手合抱的时候，大家注意不要贴着你自己身体太近。那我们转过来。这个两手合抱，不要贴着自己身体太近，离自己身体远一点，外撑一点，手臂撑成圆弧形，外撑，它有撑架的意思，也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，比如我们去击打的时候，它有向上撑架的意思，所以一定要有外撑劲。那么这里在提膝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右腿的蹬地和左腿的提膝两个正好相反，右腿往下蹬，左腿往上提，这时候两手合抱到自己的面前，不要太低，更不要太高，就到自己面前就可以了。两个肘呢一定要松沉下，肘千万不要外翻，两肘松沉。好，两手呢在这儿走的过程中呢，一定要注意两手有一个内旋，来，两手内旋外撑，勾脚尖蹬，
这时候蹬的时候容易出现翻胯的动作。对，大家这边看可能看不太清楚，我们再转过这个方向来。对，好，蹬脚，我们就形成这种翻胯动作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我们在做的过程中，这个胯呢一定不要翻，把胯松下来。对，保持自己身形的中正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有时候出现什么？后手也是过高，或者是过低，都不可以。两个手腕的高度与自己肩同高就可以了。好，收势。转身左蹬脚，攻防动作大家看一下。假设对方从我身后抓紧我的肩膀，那么我在回身的时候，比如我双风贯耳，从双风贯耳去回身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击打对方，也可以去捞击对方，再可以什么呢？可以再往下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抄击对方的腿部，都可以。那么我们这个做完以后，你可以把对方这个手臂抄击以后，那么你这个提腿去蹬踹对方都可以。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蹬腿一定是把脚尖收住，以脚跟为力点去蹬击。那么这时候蹬击对方的这个前部、侧部都可以。那么你这个腿能提多高，你就往多高。当然是这个平的这个高度，蹬击的力量是比较大。好，转身左蹬脚，先讲到这里。我们转身左蹬脚这个动作最容易出现就是歪胯现象。那比如我们在做双风贯耳，转身这容易出现歪胯。我们转过来，大家看得更明显一些。看，这样歪胯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歪胯。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立身中正，脸臀立腰，形成立身中正的身形。那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贯穿着提顶竖向、含胸拔背、脸臀立腰，贯穿在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。还有呢，我们在蹬脚的时候，一定不要为了起这个腿有多高，而是歪胯。比如说我们提膝，提膝以后，为了这个腿高，把胯提起来了，形成歪胯现象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提膝，注意蹬脚稳住。这个胯跟一定是收住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这手臂也是微微内旋外撑，不要直接就推出去了。那直推出去呢，这个动作就比较硬哈。我们稍微的有一点点外撑的圆弧，走弧形。太极拳不处处走弧形吗？我们微微走一个弧形，把它分掌分出去。还有呢，我们的眼神一定要顺着最后的动作往远看出去，不要看自己手，一定要看远方。那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中，提膝千万也是不要提胯，一定是什么？提膝。所以大家多练习提膝动作，有助于我们平衡稳定性，更有助于我们腿部力量的增长。好，转身左蹬脚，我们今天就教到这里。